豬咪大冒險，絕望七負擔。第3期。法術書和法術卷軸都搞定之後，還需要什麼呢？那當然是一把趁手的法杖呀！法杖直接選擇這個升級版的寒季之花就行了。整個豬咪大冒險最強且最便宜的超強法杖，提供10%所有類型法強的加成，還有10000點的法力值，這誰看了不心動？並且還可以一杖兩用，既可以提供鐵魔法的屬性加成，還可以提供鬼歐法的屬性加成，還有巨晶的使用。想要獲取它，只需要一把正常的寒季之花、5個豬幣、32個龍幣和一個染夢粉塵即可。但是為了兄弟們的觀感着想，在收集這些材料之前，我需要先制作一個視覺戒指，以獲得永久的夜視效果。直接通過別墅的地獄傳送門來到下界，挖掘一些遍地都是的下界胳膊，直接用銀鎬去挖就行了，因為银鎬专治胳膊，好吧。收集了足夠的下界胳膊之後，再到下界要塞借點下界油，先把門口的凋零骷髏清理一下，有蓮華杀這些小怪還是隨隨便便的，直接進來把這些下界油全部帶走啊。現在制作视觉戒指的所有材料都有了，直接喜提一個永久夜視，這個戒指直接扔末影匣裡面就行了。接下來可以開始專心收集寒季之花的交換材料了。先到米奇妙妙屋裡面買一個儀式集合體，這個儀式集合體包含了幾乎所有的儀式，除了下界儀式，可以說是非常的好用了。寒季之花的合成只需要一把霜冻魔杖和忘却冰晶，忘却冰晶在仙王宫的出货概率是極高的，基本上吃完一個仙王宮是必出這玩意兒的，雖然說我吃了2個才出。霜凍魔杖只需要一些基礎的材料就能合成，也是非常的便宜啊！直接先把寒季之花合成一下。寒季之花到手，有了寒季之花之後，现在4种材料就只剩染梦粉尘了。染梦粉尘都是小問題啊，接下來需要先解決的是靈魂能量的問題，因為到時候這個寒季之花配上發射巨晶，可以讓發射巨晶做到無 CD， 那就相當於是一個偽創造飛行了。但是這需要很多的靈魂能量，所以需要先解決靈魂能量的問題。一說到靈魂能量，那肯定是會想到去殺老大是最快的呀，一直就是1萬的靈魂能量。但問題是我現在打不過老大，而且每次沒有靈魂能量都要去刷，也太麻煩了吧。那麼主播有沒有什麼不用打怪還可以獲得靈魂能量的方法呢？當然是有的呀，而且不止不用打怪，還能夠做到全自动，造價也非常的便宜啊，只需要用到一個冰火收集器和假人就行了。先把冰火收集器放下，再用发射器在冰火收集器上面堆几十個假人，假人越多效率越高，然後只需要給冰火收集器一個紅石信號，就會對假人造成傷害，然後我的靈魂能量就會蹭蹭往上漲。直接用偵測器臉對臉給高頻紅石信號就行了，然後放個粘性活塞和拉桿，控制裝置的開關就行了，一直開着覺得卡的話就可以把它關掉。然後在邊上用區塊載入器設置一個強加載，它就會24小時不間斷的工作了。OK， 靈魂能量的問題算是成功解決了，接下來就可以去夢維度找染夢粉塵了。但是去之前需要先換一身新裝備啊，因為我現在用的武器叫做蓮華，是一把天神武器，所以我的下一套裝備可以選擇一手月亮石套，可以增加天神武器的傷害和傷害減免，非常適配我的蓮華，並且制作只需要用到月亮石和金塊，非常的便宜。這邊我準備了2套。直接2件沒有附魔籤滿耐久的同樣的裝備在鐵針上面敲在一起，就可以變成一件無法破壞的裝備了。這需要用到一個飾品，叫做鍛造者的寶石，可以在米奇妙妙屋裡面花150塊錢買到。好，無法破壞的月亮石套，然後把裝備的品質全部重鑄一下。大師 OK， 大師 nice， 大師全套大師。接下來終於是可以去染夢維度了，直接到主世界找到這種粉嫩嫩的小島，這個島上會有一個傳送門，但是現在還進不去啊，需要到任務裡面領取一個染夢筆記，然後閱讀一下，後面還會獲得很多這種染夢筆記的，這些都是必須要讀的，不然任務是沒有辦法進行下去的。讀完之後直接回家睡一覺，躺下起床之後再回到這座島上，就可以通過這個傳送門進入染夢維度了。現在就到染夢維度了，然後剛進來會給我一個尋夢者的筆記，先讀一下。這一趟我不只要搞到染夢粉塵，還得順便把這個維度的任務給做一下，需要先去一趟清染教堂，這個直接搜索清染教堂9就行了。10是假的哦，這個維度是不會刷怪的，所以也是絕對安全的。路上遇到各種結構都可以看一看，有的結構裡面會有這種熔夢水晶箱，裡面還是能出點好東西的。把這個箱子給它開了 ，OK， 獲得一個神秘寶箱，這裡面會出點東西，然後它這個箱子也會爆出來啊，熔夢水晶箱，它爆了2個染夢粉塵 ，OK， 咱們需要的染夢粉塵夠了，走，先去清染教堂。哦，清染教堂應該就是這個，找到了，兄弟們，看一下。然後這裡面有個這個清染教堂的尋夢者筆記，先讀一下這個東西。讀完之後，屏幕中間會出現一行坐標，這個就是前往燈影維度傳送門的所在地了。但是去燈影維度是需要用到熔夢水晶的，剛才灌了那麼多結構都沒出，所以咱們得去一趟染夢世界樹啊，直接搜這個1就行了，因為這個地方是必定會出熔夢水晶的。
OK， 到了。染夢世界樹，真的世界樹哦。这裡有個箱子，先把這個箱子開了。熔夢水晶箱，直接開。OK， 沒出。哎，這邊還有一個熔夢寶箱，給它開了。我出了熔夢水晶簇 ，nice。熔夢水晶碎片，然後這個世界樹的小屋子裡面還有一個開着的熔夢水晶箱，裡面是必定會有一個熔夢水晶碎片的。然後咱們再去一趟逐夢列車，這個逐夢列車上面會有很多的染夢粉塵礦啊。來。我們先來這邊，先把這邊礦挖一下，並且在車頭的位置會有一個生命水晶，可以增加生命值上限，但是只能使用一次，之後的話就不能再使用了。先右鍵一下，給我們增加一點生命上限，最大生命值加2點。現在可以回家升級我手中的寒季之花了，把所有材料都提交一下，增加1萬點法力值的超強法杖終於到手了，武器裝備鐵魔法全部都達到前期的頂點了，然後剩下還有飾品和附魔這2樣提升戰鬥力的方法。附魔先不着急，先把飾品準備一下好吧，護符項鏈之類的飾品啥的暫時都還搞不了，現在唯一能搞的就是泰拉飾品，畢竟我現在的配饰欄位基本上可以說是空空如也，但是這個泰拉飾品我並不打算一件一件的去獲取啊，因為在米奇妙妙屋裡面泰拉飾品是可以通過抽獎隨機獲取的，只需要用到龍幣和試煉鑰匙，龍幣我反正是多的花不完，所以只需要解決一下試煉鑰匙的需求就行了，直接在主世界找一個試煉密室，先把裡面的試煉刷怪龍全部都刷一遍，這些試煉刷怪龙都是有概率會出試煉鑰匙的。但是這樣分開刷的效率很低啊，所以刷完之後直接把這些試煉密室裡面所有的刷怪龙都搬到一起，因為試煉刷怪龍是每30分鐘刷新一次嘛，所以每過30分鐘過來統一刷一波就好了，這樣就非常的方便啊。刷一次平均能出個8把左右的鑰匙吧，後續積累起來就能抽個20-30次，還是非常不錯的。畢竟現在對泰拉飾品的需求不是很高啊，所以就算抽不出來好的飾品也無所謂。這都是什麼玩意兒啊？什麼好東西都沒出，我真服了，全是幽冥粉。雖然泰拉飾品沒抽到什麼好用的，但是它至少出了個皇家凝膠啊，可以用來做憤怒皇冠。身上每擁有一個底 buff 就可以增加 6% 的傷害，最高 30%， 跟我的欺負丹簡直是絕配啊！那麼接下來就可以開始做別的事情了，比如可以開始整附魔了。豬咪大冒險有一個分水嶺，就是高級附魔台。豬咪大冒險的高級附魔台是極其超標的，裡面基本上所有的附魔都可以通過高級附魔台進行附魔，所以獲取高級附魔台之後就相當於開了無雙，數值會進行第一波膨脹。而現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當時清染教堂閱讀完筆記之後給出的坐標位置，也就是燈影維度的傳送門所在地。來這裡是為什麼呢？因為燈影維度的任務會送一個高級附魔台，所以我現在是準備前往燈影維度完成任務。當然高級附魔台也可以通過合成獲得，但是不祥核心是需要通過打灾厄襲擊獲取的，现在的我是不可能打得過灾厄袭擊的，但是去灯影维度也不是那麼容易的，我需要在這邊守住眾多怪物的進攻，其中就包括影怪。影怪的傷害是非常誇張的，在我現在這一身裝備的情況下是可以直接秒殺我的，所以我在這邊當起了卑鄙的2格人，他們長得比較高是進不來的。這個事件只需要守住一段時間就行了，不需要把怪物全部殺掉。現在咱們就可以右鍵這個船進入燈影維度了，但是必須是晚上才行。我靠，終於來了！到了這個維度的第一件事就是趕緊先把這個指路石放下，但是不能放在出生點啊，因為會被刷掉的。放完指路石之後趕緊先回家，因為燈影維度的視野極差，特別是晚上，還是在我有夜視的情況下都很難看清，並且這個維度晚上刷怪率是很高的，刷的還都是影怪，都能一巴掌把我拍死，所以只能先回來等天亮再用指路石回去。如果没有放指路石的話，就得再打一次那個事件了。現在我們只需要完成這一段任務就行了，其中只有這個暗影高爐藍圖是需要我們去燈影維度獲取的，其他的這些未解析的筆記都是可以在染夢集市裡面買到碎片合成的。現在差不多也天亮了，可以回去了。咱們來到燈影維度之後，直接搜索影之锻造場，選擇0的這個就行了。到了之後，這個藍圖就在這個金銀寶盒裡面啊，直接挖掉或者打開都行。藍圖已經到手，直接溜吧。看一下 ，OK， 藍圖就這個東西。有了藍圖之後，直接在這個任務這邊提交未解析的染夢筆記，領取下一個階段的筆記就行了。千萬別去用研究台啊，因為已經搬掉了。然后到藍圖這邊，然後這邊暗影地牢。最後閱讀完暗影地牢的染夢筆記之後，就可以在主線裡面領取到進階高級附魔台了。十字殺，暗影地牢鑰匙20把，然後珠幣還有高級附魔台，可以開始附魔了。開始附魔。先從裝備開始吧。保護是耐久3不用，水下呼吸也不用，有水下呼吸的 buff 了，上個水下速決就行了。水下速決，然後庇護 ，OK。保護是庇護3，水下速決，然後胸甲。
然後最後就是咱们的莲华了，这莲华要上的附魔就挺多的呀。我先看一下总共需要多少级先，魂焰附加，然后高级掠夺，迅捷掌击，直接至尊亡灵杀手好吧，破魔破甲破望，熟练，回折脉动，经驗修補，橫掃之刃，巨人殺手，進化，耐久，格擋，剛好。OK， 拉滿，我們先把神話之書給做了。OK， 神話之書來一個，來吧，直接超限一波。OK， 這個迅捷掌擊直接到8級了。我先看一下現在 DPS 多少，將近2000的 DPS， 鐵魔法全上的話